我们家有一个小阳台，我俩也物尽其用的在阳台上种了些花草蔬果。第一年，俩人迷迷糊糊，有样学样的种这种那，倒也收获颇丰。只是刚尝到甜头，夏天就匆忙过去了。第二年因为放肆去旅行，错过了播种育苗，后来又 DIY 装修上头，小阳台的繁忙季节就这样很快谢了幕。直到前几天出门的时候，好像突然又闻到了隐隐约约清甜的味道，气温也舒服起来了，又温暖又凉爽。于是我们家的阳台花园迎来了第3个春天。加拿大的春天终于还是来了，我们的小阳台也要投入使用了。今年呢，我们就吸取了教训，提前开始育苗了。这是我们育的番茄苗和黄瓜苗，然后这种育苗盆呢是洗干净的奶盒，这个也是我们从别的博主那儿学来的，废物利用也很环保。除了育苗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准备工作要做。我们要修缮一下旧的菜床，然后还打算做一个新的菜床。之后呢，还要去买一些土啊、肥料啊，还有种子，还有一些秘密的东西，希望都能够顺利的买到吧。Rona 的花园也开了，去逛一下。现在我陷入了纠结，是买牛屎呢，还是买羊屎呢？要不然闻一闻吧。每次逛完苗圃都总有一点意外的收获。扶桑花的花瓣，现在天气突然变得特别的好，所以准备回家把菜园子收拾一下。这点东西陆陆续续买了好几天才买齐，不过都买到了，连神秘的东西都买到了。走吧。其实我对这些花花草草真的特别无感，但是这个同学他真的是太会了，整天就跑过来问我啊，你帮我规划一下这个面积，你帮我算一下要用多少土，然后我就着了他的道，然后每天屁溜溜的跟着在这儿忙前忙后。既然已经上了贼船，那咱们就搞起。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好做，自己做的话呢便宜一些，而且更结实，之后也可以出一期教程。然后嘞，我们还要修一下旧的菜床。这个绿色的是2年多前我们买的菜床，然后质量太烂了，里边那个内胆已经都戳烂了，所以我们今年要修缮一下。菜床呢，在我俩的捯饬之下，彻底散架了。我们在亚马逊买了一个这个菜床的内胆，准备把它替换进去。这个是家里原本的菜床的这种布，但是由于不够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把它拿来当做底托，待会儿再把新买的放在这个的上面。这个是家里的废木料，废木料到最后就总有用途。哒哒 ，Oh my god， 完美贴合。这些钉子啊，这么多，其实都是他从各个地方拆下来的，或者是拼家具的时候多余的给省出来的。这些东西总能最后变废为宝，派上用途。新买来的这个土，它有很多块儿给压缩的扎扎实实的，得把它松一松。包括去年的土，它冻了一冬，都要把它松一松。这个菜床里的土呢，是我们已经用了2年的土了，准备把这些没有那么肥沃的放到中上层。进屋暖和暖和，今天风太大，挺冷吧？黑黢黢的指甲。
真的不是吹牛，我们2年前做的这个菜床啊，踹床已经使用2年了，结结实实、干干净净、服服帖帖、整整齐齐。它的存在仿佛就是在嘲笑我们买的那个菜床，哪里都烂了，能烂的地儿都烂了，能散的都散了。十全大补粪，我都替今年的黄瓜和番茄感到开心。那黄瓜、番茄正在屋里看着呢，开心啊，都是好吃的呀。种番茄啊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深的桶来种。思维已经在下面打好了排水洞。这个番茄呢，等到时候它长大一些，需要支撑了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铁钩子去做支撑。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在1元店买的，也非常的便宜。阻碍我们收获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松鼠，老是来我们园子里刨我们刚种下的小种子、小苗啊，然后或者是偷吃我们的果子。之前说的神秘的东西就是用来对付松鼠的，然后我们想到了几个办法。这个是之前拆下来的衣架，松鼠是进不去的，但是苗是可以从这长出来的。那这个嘞是我们在1元店买的手风琴似的，然后把它放在这里，希望松鼠进来了之后就能知难而退。这个呢就略微有点不人道了，它全是小尖尖，然后把它放到盆里面。好，这是松鼠指压板，它们就会跑进来啊，好扎脚，我去别家跑吧，然后就跑了。这是我们希望。然后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你还可以剪它，再接一块。好了。这个嘞是太阳能的小灯，然后我们前两天在 Home Depot 看到的，它正好在打折，原价22块钱，现在只要7块钱。白天充电，然后晚上就能放光彩，太阳能的还挺环保的。